伏尔加格勒再遭打击，铁路枢纽爆炸起火，天然气站陷火海。俄军内部艾滋病毒激增2000%，未来数十年将承受沉重代价。乌空军狂炸克里米亚萨基机场，空军实力跃升，直击莫斯科红线。东线战火白热化，乌军精锐集结红军村，米格29轰炸俄军后方。俄罗斯被断血，阿联酋银行全面封杀俄企，法国强扣8700万欧。白俄罗斯边境异动，装甲车列队驶上街头，乌克兰紧张戒备。俄罗斯最强核潜艇情报被全盘泄露，乌军公布绝密资料。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冷战情室，我是雨桐，请大家先为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谢谢大家。俄乌战争步入持久阶段之际，乌克兰对俄罗斯后方的打击节奏反而不断加快。据 MASH 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月4日深夜，乌克兰对伏尔加格勒州佛罗洛沃市的阿尔切达铁路线发起袭击。现场画面显示，数辆油罐车在爆炸后引发火灾，火光冲天，爆炸声连绵不断，整个城市上空被橘红色的火焰照亮。阿尔切达线是俄军物资调度的重要通道之一，其作用可与此前乌军袭击的十月车站相提并论。7月28日，十月车站遭空袭，已导致大量列车延误或停运，而这次再袭阿尔切达，显示乌军正在系统性打击俄方的军事物流网络。据不完全统计，近1个月内，乌军已成功破坏超过10条俄罗斯重要铁路干线。而这些打击往往与空袭同步展开，目标直指俄军战机调度、补给转运等核心节点。几乎在同一时间，俄罗斯远东犹太自治州也传出铁路爆炸事故。令人意外的是，这一事件最早由乌克兰情报部门发布细节，暗示这可能是一次渗透式破坏行动。从现场照片来看，一列列车出现侧翻现象，破坏力不容小觑。与交通系统遭打击相呼应，乌克兰同时将火力投向了俄罗斯的能源命脉。8月3日夜，西伯利亚南部的库尔斯干地区，一座大型天然气中转站突发大火，据称火势波及至少3栋设施，其中2座为储存天然气的仓库，火焰腾空而起，如同战区爆炸。这一设施临近哈萨克斯坦边界，是俄罗斯通向中亚地区的能源枢纽，而此前正是这条天然气通道为俄军制造厂和航空基地提供能源。种种迹象显示，乌军此轮袭击正逐步影响俄军在前线的战斗能力。另外，俄罗斯南部沿海城市索契也再次成为焦点。8月3日晚间，乌军无人机精准打击了索契国际机场附近的航空燃料设施，引发剧烈爆炸和持续大火，导致机场运营被迫中断。据开源情报技术披露，此次空袭至少摧毁了2个大型储油罐，每个罐体储量达15000立方米，主要用于向索契机场供应航空燃油。多段视频显示，在有飞机降落的同时，背景中浓烟滚滚，火势猛烈，引发机场区域恐慌。空袭发生后，索契国际机场迅速实施交通管制，多个航班延误取消，大批乘客滞留。此次机场停运并非孤立，早在7月底，索契就曾遭遇一次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机场被迫取消全部航班，旅客混乱，一度引发社交媒体热议。而让人尴尬的是，俄军部署在该地区的 S-300 防空系统又一次传出误操作事故，有导弹在拦截时偏离轨道，反而误伤本方设施。这类自伤式防空在俄乌冲突中已非首次出现。尽管俄方迅速通报火势已于次日扑灭，机场恢复运行，但短期内接连2次重大事件，给这座度假城市带来沉重打击。据业内人士评估，索契的游客数量可能在未来数周内大幅下滑，旅游业首当其冲。
根据卡内基政治研究所最新发布的报告，自2022年俄乌战争全面爆发以来，俄罗斯军队内部的艾滋病毒 HIV 感染率出现惊人飙升，累计增长幅度高达2000%。基辅独立报援引报告指出，仅2022年底，俄军感染 HIV 的病例已是开战前的13倍，而到2024年底，这一数字已扩大至20倍以上，形势令人震惊。分析显示，导致这一感染激增的因素多重交织，包括战地条件下未经筛查的输血、医疗资源短缺导致的针具重复使用，以及个人私生活问题等。此外，报告也直指俄罗斯政治体制在这场健康危机中扮演了负面角色。自战争爆发以来，俄罗斯已跃居全球新增艾滋病毒病例最多的国家之一，紧随南非、莫桑比克、奈及利亚与印度之后，稳居前5。更令人担忧的是，克里姆林宫在公共卫生政策上采取的保守立场正加剧危机扩散。政府高举传统价值观大旗，打压一切相关事情的教育、性少数群体权利、LGBTQ+ 权利与艾滋防治的民间组织。今年4月，俄罗斯总检察长办公室宣布将英国歌手艾尔顿·约翰创立的全球防艾慈善组织列为外国不受欢迎组织，理由是该机构宣扬非传统性关系与西方式价值观。卡内基研究所指出，如果俄罗斯不迅速应对这一公共卫生危机，其军队体系、人口结构乃至国家安全都将面临长期性、系统性的冲击。8月3日夜，乌克兰空军再度发起震撼打击，目标直指俄罗斯控制下的克里米亚萨基机场。这场突袭不仅精准打击了俄方重要空军基地，更成功击毁或损坏了多架俄罗斯战机，凸显乌克兰空军能力的快速跃升。据俄罗斯独立媒体 Astra 透露，此次空袭中，乌军首次摧毁了一架苏30战斗机，随后另一架苏30被击中受损，另外还有3架苏24遭到轰炸。同时，机场内的一座航空武器库也在袭击中发生爆炸，现场火光冲天。尽管莫斯科尚未正式回应具体战损情况，但战果引发广泛关注。自战争爆发以来，克里米亚一直被俄罗斯视为战略禁区，相关区域也严禁发布遭袭画面。随着各方的管控日益严格，来自该地区的视频与信息愈发稀少，战场图像大多需依靠后续的卫星监测更新。然而，乌克兰安全局早已多次证实，萨基机场近年来频繁遭受乌军打击，此次袭击更是直接命中核心设施。在苏梅战线，乌克兰第225突击团正发起局部反攻，尝试夺回主动权。与此同时，空军也不断出动，配合地面推进。日前，乌克兰一架米格29战斗机在库皮扬斯克地区投掷了 STB-1型 GBU-39制导炸弹，成功命中俄军阵地。从流出的画面可以看到，目标区域腾出巨大蘑菇云，爆炸火光蔓延数百米，威力惊人。另外，日前乌克兰空军改革进入实质阶段，指挥体系正式更替。8月3日恰逢乌克兰空军日，总统泽连斯基正式任命阿纳托利·克里沃诺日科中将为新任空军司令。这位将军早在2024年8月就开始担任代理司令，如今顺利转正，也体现了他在实战中的指挥能力得到最高层认可。值得注意的是，乌克兰空军如今的作战节奏已步入常态化，不仅频繁出动支援前线，还逐步扩大打击半径，时常深入俄罗斯境内执行远程精确打击任务。这一转变曾被视为触碰莫斯科红线，如今却已成为常规战术。乌克兰国防部长史米加尔也公开表示，乌克兰正致力于将空军建设全面对接北约标准，不仅着眼当前战争，更为战后国家防务体系的深度重构做准备。日前，乌克兰东线战场也进入焦灼状态。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
持续与俄军交火，乔治亚国际军团与乌军并肩作战，展现出跨国志愿部队的协调能力。根据多方侦察影像与战地情报，乌克兰军方近期在红军村部署了包括第7空降军、第11与第20突击军团、卢比特旅、第10重装山地旅在内的多支精锐部队，还有乔治亚军团及国际志愿营参与。这一迹象被俄军事分析人士斯特列科夫视为大反攻前的战略集结。尽管这一判断尚未获得乌军官方确认，但从目前局势看，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的确逐步扭转了战场态势。与此同时，俄军试图强行突破罗丁斯凯定居点的行动告失败。据 SW 战况通报，俄方虽短暂控制了部分前沿阵地，但伤亡惨重，一天内阵亡人数接近300人。乌空军也首次出动4架米格29战机，使用 GBU-62小直径炸弹打击了俄军后方的集结地与弹药库，打乱其节奏。地面部队则趁势反扑，逐步逼近普拉夫村北郊，与俄军激战正酣。在顿涅茨克州西部的恰西夫亚尔方向，普京高调宣布俄军占领成功，并称将以此为跳板，直取克拉马托尔斯克。然而 ISW 冷嘲热讽指出，俄军用了28个月才推进11公里，花18个月才攻打一个仅有 1.2万人口的小镇，若想再突破数座更大更坚固的城市防线，其难度堪比登天。卫星图像还显示，俄方正在紧急修复顿涅茨克机场的基础设施。该机场此前多次遭乌军打击，一度完全瘫痪。卫星照片显示，新建的防御工事与机库雏形出现。情报界分析，这意味着俄军试图重新启用该地作为空袭或无人机调度中心，但这一举动也可能引来乌军下一轮精确打击。在库皮扬斯克，俄军顺着 P07 公路发起攻势，乌军通过反击收复部分阵地，而在博罗瓦蒂曼县，乌军则收复赫雷基夫卡村南部并击退俄库班志愿营。随着俄乌战争的持续升级，俄罗斯在全球的金融网络正在被一寸寸切割。最新一轮的制裁风暴正从中东刮起，向全球蔓延。据彭博社援引乌克兰对外情报局发布的报告披露，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多家银行已开始大规模清理与俄罗斯有关的账户和企业客户。仅今年7月，超过30%的俄罗斯公司收到通知，被限制使用阿联酋金融服务，有的甚至直接被勒令关闭账户。知情人士透露，这些银行正在系统性的与俄罗斯划清界限，某些金融机构已经明确拒绝接受来自俄方的投资项目。尽管莫斯科尚未做出正式回应，但阿联酋自2023年起便已悄然开始调整政策，对俄账户进行限制。如今，这一趋势已由低调切割变为正面封锁。值得注意的是，中东一直被视为俄罗斯外交传统中的友好地带，但现实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正如中亚与东欧的外交阵线已被战争撕裂，中东对俄罗斯的信任也在逐渐瓦解。与此同时，在西方阵营，打击俄罗斯海外资产的行动正在升级。乌克兰媒体基辅邮报报道，法国政府已正式扣押价值8700万欧元的俄罗斯国有房产。这一举措并非突然启动，其法律根源可追溯至2015年，也就是克里米亚被吞并后不久。当时，乌克兰国家银行在全球范围内展开诉讼，追讨因俄侵略行为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在法国，乌方最终赢得了这场意义重大的司法战役。直到2024年，巴黎正式做出强制执行决定，将这批俄罗斯资产划归乌克兰，用作赔偿金。这也成为乌克兰在法理维权道路上的一次重大突破。如今，基辅方面正以此为范本，向美国、芬兰、捷克等多国法院递交诉讼请求，要求追缴俄方资产，并用于战后重建或军事援助。毕竟，即使战事结束，乌克兰的废墟之上仍需要巨额资金重建国家，这笔账，乌克兰不打算自己埋单。事实上，早在去年起，
西方国家就已在尝试将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武器化。这些资产不再只是被冻结在银行账上的数字，而是被直接投入到军事采购中，用于购买无人机、炮弹，甚至防空系统。简而言之，这是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闭环，用俄罗斯的钱为乌克兰军队购入武器，再用于战场上打击俄罗斯军队。这种策略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金额，它在不断提醒世界侵略带来的后果，不仅仅是战场上的伤亡，还有在全球范围内被一点点断血。据悉，从阿联酋的银行封杀潮，到法国率先强制扣押房产，再到西方国家逐步形成冻结转化援助的闭环机制，俄罗斯的全球金融生态正在悄然崩塌。而乌克兰正在从被动的受害者角色中走出，以法律、外交、舆论等手段反攻战场之外的战线。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但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莫斯科正在被逐步逼入一个全球孤立的新阶段。随着俄乌冲突持续深化，战火的阴影已经逐渐扩展到边境之外。近日，白俄罗斯南部出现大规模军事调动，引发国际高度关注。据知名媒体 Nexta 报道，白俄罗斯戈梅利州街头近日惊现多辆装甲运兵车公开行驶，车身上带有特殊军事标识，伴有武装人员护送，场面一度震动社交网络。戈梅利紧邻乌克兰北部边境，这一动态无疑令基辅方面高度紧张。尽管白俄罗斯官方尚未对装甲车现身做出详细解释，但早些时候，军方已公开宣布在戈梅利州组建特种作战旅，并透露部队番号为第37空降突击禁卫旅。白俄作战司令瓦季姆·杰尼先科对此予以证实，并强调这支部队是用于加强南部防御。然而，考虑到该部队部署位置的高度敏感性，几乎紧贴乌克兰边境，这一表态显然难以平息外界疑虑。乌克兰方面早在今年上半年就通过情报渠道发出警告，称俄罗斯可能试图从白俄罗斯方向发动新一轮攻势。就在白俄军方动作频频之际，8月1日，总统卢卡申科突然前往圣彼得堡，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闭门会谈。时间点非常微妙，恰逢特种部队组建完毕，引发外界猜测两国或在军事协同层面已有深度合作。更具政治意味的是，7月下旬，普京签署一项备受争议的新法案，允许俄罗斯公民在白俄罗斯参选并担任官职，白俄罗斯人同样可在俄罗斯参与选举。此举被视为标志性步骤，象征俄白两国正是在政治层面展开一体化融合。这不仅仅是象征性互动，更意味着白俄罗斯在国家主权、政策独立性方面正向俄罗斯靠拢。对乌克兰和西方阵营来说，战略风险正在显著上升。与此同时，北约东翼成员国也没有坐视不理。爱沙尼亚率先动作，在与俄罗斯接壤的伊凡戈罗德纳瓦尔桥上加装金属闸门，具备暂时封锁交通的能力。媒体称，该设施将在紧急时刻直接切断俄方人员与车辆进入欧盟领土的路径。不仅如此，波罗的海周边也加强海防部署，安装水雷，部署无人艇。而波兰则早已在与加里宁格勒接壤区域强化防御工事，修建战壕、雷区与掩体，防范潜在的突发军事冲突。如今，白俄罗斯已不再是俄乌战争中的局外人，而正逐步成为莫斯科在北方战线上的第二只手臂。无论是军事部署还是法律一体化，卢卡申科政权对俄罗斯的依附性都在显著增强。而对于乌克兰而言，新的边境威胁或将迫使其分散兵力，加大北线防御压力。未来局势是否演变为从乌东到乌北的双线战场，或许很快就会现分晓。据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 GUR 8月3日发布的信息，他们掌握了俄罗斯最新一艘955A 型北风之神 A 级战略核潜艇波扎尔斯基大公号的大量绝密内部资料，并在社交平台 Telegram 上公布了部分文件截图，引发高度关注。据称，
泄露内容包括全艇人员名单、职务、专业资质和体能等级、战斗操作流程、舱内管理制度、执行手册、潜艇结构图、生命支持系统、岗位职能手册、紧急撤离与货物转运流程说明等。这些机密文档涵盖了潜艇从日常运行到实战指令的核心内容，等于将这艘俄罗斯最先进战略核潜艇的软肋暴露无遗。波扎尔斯基大公号刚于7月24日正式服役，隶属俄北方舰队第31潜艇总队，驻地摩尔曼斯克州加吉耶沃市。它具备搭载16枚布拉瓦潜射导弹的能力，每枚可携带多达10枚核弹头，是俄罗斯最新的水下和威慑中坚力量，造价高达300亿卢布。普京亲自出席了服役仪式并下达战斗执勤令。这一突发事件无疑是继蛛网行动炸毁俄军战略轰炸机太平洋舰队传出损失后，对俄罗斯战略核力量的又一次重创。同时，乌克兰黑客组织沉默乌鸦与白俄罗斯网络游击队还曝光了一批从俄罗斯国际航空公司 Aeroflot 系统中窃取的文件，称该公司长期为俄军提供军事物资运输服务。这意味着俄航参与运军服务的民航机已成为乌方合法打击目标。尽管乌官方并未承认与此次黑客行动有关，但西方技术支持的可能性引发猜测。有分析指出，俄乌战场已成为西方检验网络战与电子战新技术的实战平台。从战略核潜艇的文件泄密到民航成为目标，俄罗斯后方安全体系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克里姆林宫试图以核威慑立威，但底牌正在被一张张掀开。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